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不一般，就是让网络热度爆表的 Twitch 与超哥之间的摩擦。这不仅是一场触犯小纠纷，更像是一部现实版的肥皂剧，牵扯住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和公共行为准则。让我们从心理学和社交行为学的角度，一探究竟，为何一场看似简单的触犯争议会演变成这样的一场公开戏剧？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1. 探索冲突深处，冲突事件的背后。1. 情绪控制，首先遇到的就是情绪问题。Twitch 方面，开直播到许多餐厅用餐，并给出评价，他必须对他的粉丝负责，给出他的真实言论。从这点来看是没有问题的。超派的部分，身为经营者，其实都希望自己的经营能够长长久久，所以有批评才有进步。但很明显，超派一开始就进入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因为之前发生了鸡排事件，所以他认为对方是来找茬的，这让超派失去了以往的冷静。而人一旦失去冷静，就容易失去判断力，一步错步步错。正确的做法是听完批评后，问问隔壁桌的客人跟 Twitch 的看法是否相同，若相同则进行改善，然后再邀请 Twitch， 1星期后再来用餐，请他再次评论，这才是正确的做法。我相信超派也是可以想到这点，但是他忘了，人在冲动下做出的决定基本上都是错的。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，当超哥提到国籍问题时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判断他已经失去部分理智了。2. 沟通失误，刚提到超派一开始就已经认为对方是来找茬的，所以如要避免冲突，Twitch 这边也是可以进行挽救的。但是 Twitch 说话的口吻跟态度，并没有让超派感觉出他是来做客观的评价，反而更认定他就是来找茬的。其实 Twitch 可以说，你的海鲜棒极了，但或许触犯还能更上一层楼，说不定结局就完全不同了。这段话起码可以导正超派的观念，认为他就是来做客观的评价，并不是针对的意味。所以这部分 Twitch 的 EQ 部分还是有可以加强的地方。3. 炒作还是真实秀？那么这一切到底是精心策划的炒作，还是真实的冲突呢？其实针对两位看似不缺钱的网红，在基于社会观感问题上，实在没必要有流血冲突，更何况在小孩面前斗殴是会让小孩产生阴影的。我相信公众人物多少都还是会有点良心的，所以目前来看，我认为炒作几率实在不高，而且都已经提告了，我就不认为是炒作了。虽然我相信最后还是会和解，而且和解时大家一定就会认为是炒作。这里我有个但书，我的想法是，没和解就代表是真实事件，但是和解后，若双方站上擂台进行真人搏斗的话，我就跟大家站在一起，认为这是炒作了。4. 解决冲突的策略，面对这种冲突，最关键的是寻找有效的解决策略。首先，双方需要冷静下来，避免在情绪激动的状态下做出更多冲动的行为。对于 Twitch 而言，他可以主动表达愿意对话和理解，甚至可以考虑私下与超哥沟通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而对于超哥来说，理解顾客反馈的重要性，并学会从批评中寻找改进的机会是关键。透过这种详细而深入的探讨，总之，在这个段落中，我们深入探讨冲突解决的各种策略和方法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处理冲突和沟通的关键。这些策略不仅适用于公众人物，对于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冲突管理也同样重要。到这里，若认为不错的朋友，请帮我点赞、关注加收藏哦。还有在评论区分享你如何看待 Twitch 与超哥之间的冲突，以及你认为在类似情况下应该如何有效管理情绪和反应。你有什么看法呢？请一起加入讨论。2. 心理学和社交行为学。现在，我们将进入一个让您洞悉心理学和社交行为学深层原理的精彩部分。通过分析 Twitch 与超哥之间的冲突，我们将深入以下关键领域。1. 情绪反应与认知失调。冲突的起因可能源于双方情绪的激烈反应。根据心理学理论，当一个人感受到被威胁或是遭受批评时，他们可能会表现出防卫性或攻击性的行为。此外，认知失调理论指出，当一个人的信念与新的信息不一致时，可能会导致心理不适，从而引发消极行为。2. 社交身份与自我形象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个人形象和社交身份成为了重要的部分。当公众人物的形象受到挑战，如Twitch对超哥餐厅的评论，这可能触动了超哥的自我形象和社交身份，引发了他的激烈反应。从超哥他提到国籍问题时，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心理变化，可以说是已经极度不爽中。3. 群体动力学与支持系统。社交媒体上的群体动力学也可能在这次冲突中起到了作用。双方的支持者可能透过评论和分享来强化各自立场，这种群体压力可能对涉事人物的行为产生了影响。4. 冲突解决策略。从冲突解决的角度来看，有效的沟通和情绪调节是关键。心理学提倡通过同理心、开放的沟通和冷静的思考来解决冲突。
这意味着双方需要努力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，并寻找共同点。5. 网络行为的心理学。网络上的匿名性和去个人化可能会加剧冲突。研究显示，在网络环境中，人们可能更加大胆，且不太考虑其行为的后果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即使是小的争议也可能迅速升级。3. 网红的人性面，理性追星，看见真实的他们。许多网红都拥有自己的粉丝群体，但有时粉丝对偶像的看法可能过于感性，缺乏理性的判断。以统神因柯文哲没当选而发表的言论为例，我们要明白，统神虽是著名的电玩博主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其实只是一个表达个人看法的普通人。对于这类言论，我们应该更加理性的分析和对待。就像我在之前制作的关于柯文哲的视频中，有观众留言说我在造神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把柯文哲的市长身份撇开，他的日常生活，早上7点坐公车上班，每天准时参加会议，持续8年除了请假外，几乎没间断，这些活动与普通上班族无异。那为何会有人认为是在造神呢？这种观点的出现，其实只是因为很少有政治人物能像柯文哲那样，在从平民百姓成为市长后，能保持普通人的生活方式，这点才是难能可贵的。所以大家请不要随处闻鸡起舞，要时时刻刻让大脑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空间。这点在于提醒观众，在追星的同时不要失去自我判断，并呼吁建立更健康、更成熟的粉丝文化。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背后的真实原因，而不是盲目下定论。4. 从网红事件看媒体责任，言论自由与责任的平衡。网红事件的发酵，不仅是个人行为的展现，也反映了媒体在处理新闻与事件时所应承担的责任。在言论自由盛行的时代，媒体拥有广泛传播资讯的能力，但这同时伴随着更大的责任。媒体应该如何在传播真实信息与避免不必要炒作之间找到平衡？例如，在报道 Twins 和超哥之间的冲突时，媒体的角色是关键的，是深入探讨背后的原因和影响，还是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而进行片面报道？这不仅影响了公众对事件的看法，也可能对涉事人士的生活造成长远影响。5. 粉丝文化与明星效应，理性崇拜与盲目追随。粉丝文化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变得越来越盛行，但这也带来了盲目崇拜与过度追随的问题。对于网红和公众人物来说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放大解读，这对他们本人和粉丝都是一种挑战。粉丝应如何在支持偶像的同时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？通过理解这些问题，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网红和粉丝之间的互动，也能对如何健康地参与这种文化有更深的认识。毕竟，在炒作和娱乐的世界里，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思考是至关重要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探讨不仅令人深思，更是一次关于如何在网络世界中保持理性和责任感的学习。从Twitch与超哥的冲突，我们看见了情绪控制的重要性和沟通技巧的价值。更深入的是，我们学会了在炒作与真实之间辨识真相，并理解了媒体责任与粉丝文化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。现代社交媒体的世界复杂多变，但这正是我们展现智慧、学会成长的绝佳机会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创造一个更加健康、理性的网络环境。记住，每一次网络互动都是塑造更美好社会的一步。再次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。如果您喜欢这次的内容，请点赞和分享，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见。